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16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5年5月22日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主题。这集会更新美债亏损破纪录的数字。曼大先跟版友报告结论，我现有的美债部位都会按兵不动，准备持续耐心的等待，并不会停损。我会静待明后年的降息通道真正打开，或者美国迎来经济衰退式的降息，也许要在1-2年的时间，美债才有办法收复失地。但曼大一直都相当有耐心。在4月9日关税战最低点，曼大亏损最大幅度来到近600万，如今亏损已经降低到大约200多万，剩下美债部位仍受伤惨重，虚心接受只有债蛙受伤的世界。老朋友都知道，曼大去年9月因为美联储正式降息，除了误判情势之外，也因贪图美债价差，贪心的把手上200万现金都加码到美债正2里头，这个认错220张美债正2部位，曼大已经大部位转回股票，并小部位转到原型美债上了。目前手上的美债部位包括250张美债正2，都是打算耐心的等股灾来临，再择时换股。曼大布局美债的用意是防守，这个利益并没有改变。周三晚上，美国长天期国债拍卖不如预期，20年期美债盘中开始大跌。在曼大撰稿的现在，台湾时间5月22日早上，20年期美债原型跌 2%， 美债正2跌 3%。股债平衡过去面对80%的股灾都能发挥作用，但近年股债双杀的情形越来越多，股债平衡开始面临更多挑战。版友留言股现比配置会比股债比更弹性，使用大人哥 50% 正2 50% 现金的策略，手上拥有足够的现金，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再平衡，或许会是比股债平衡更好的方式，也提供给版友参考和研究。我们看美债部位的最新现况，4月30日美债账面上亏损 17.8 万，抽的亏损2480元美金，美债正2换股认赔 16.8 万。5月22日美债账面上亏损156万，抽的亏损4006元美金，美债正2换股认赔 16.8 万。细看布局统计表，美债原型部位继续稳稳领息部分是没问题的，主要是美债正2造成的亏损，以认赔 16.8 万之外，账面能亏损59万左右。幸好换股到50正2部位，以补回认赔的 16.8 万部位还有剩。像我们看错美债正2的方向，除了熟知的正2不动损耗，加上复利偏移效应，亏损就持续放大。曼大现有美债正2部位，暂时不打算再转换了。不过诚如方才的说明，美债正2部位会是优先换股的部位，等待下个黑天鹅来临再来动作。这次的美债亏损破纪录，是因为美债拍卖不如预期。周三晚上，美国拍卖16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，得标利率高达 5.047%， 比市场预期高出 1.2个基点，比4月的 4.810% 高出24个基点。利率越高，价格就越低。目前曼大的美债亏损来到负 12.5%， 含认赔部位加借贷利息的话，亏损大概接近200万。5月初，新台币大升的情况下，美债正2因汇率避险跌的比原型少。我趁机将68张美债正2换到原型的 00720B， 倘若没有换债，看看国泰美债正2从 7.16 又跌到 6.57000720B， 价格还维持在 30.24， 少跌很多。感谢自己有计划的换债，购买原型的美债，可以稳稳的领息，相较美债正2没有债息可以领，可以较有耐心的等待下个美债利多。目前美债即使负10多%，其实曼大并不担心，我们就继续安稳长抱，耐心等待大事发生吧。曼大千万滚雪球会员计划从4月21日开始试营运，衷心感谢 Bus 作家 P 先生、亮晶晶3位版友参加千万滚雪球会员计划，谢谢你们给予的支持与鼓励。曼大从4月21日开始，在曼好频道会员贴文中公布曼大当日进出股市的对账单，希望会员有机会可以踩着曼大的尸体来前进，稳稳的在市场中取得报酬。目前会员影片 EP3 已经有曼大正在进行的千万布局计划，这个计划是1000万28年期房贷，用每年的还款金额反推，就可以知道房贷利率。等会我们工商时间会有频道会员计划的重点摘要。这个千万滚雪球计划布局是以股票部位为主，没有美债的部位。先跟版友报告，曼大正在进行元大正金质押借新还旧，除了可以降质押利率之外，也可以在借新还旧的过程中稍微拉高部分维持率，增加部位的安全性。美债近期大跌，不少质押部位已经跌破 167%， 因为质押最多只能借 60%， 换算刚好等于 167% 的维持率，所以借新还旧之后还可以稍微拉一下维持率。目前曼大整户维持率还有200多，关于整户维持率，详见全持股实战更新系列，有完整的表格与数据说明。曼大手上也还有不少可提高维持率的担保品，其实应变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目前即使美债这样跌，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状态。
谈一下元大政经省利贷，之前升息的时候就直接利率调升，结果这次新的优惠方案就得我们自己重新操作，才可以享有优惠利率。曼大有个业务小抱怨，公司的回复是之前降到 2.88% 时是自动降的，这是因为是专案优惠，符合的 ETF 也比较少，所以需要新借的质押才能享有 2.68% 优惠利率，从 2.88% 降到 2.68%， 调降 0.2% 等于2%。假设以100万质押金额计算，一年可省下2000元的利息费。曼大有322万的原正质押部位符合优惠利率，计算一年可以省下6456元的质押利息，也是一个小确幸。曼大上个月才在永丰证券一样透过借新还旧的操作，由于债券符合 2.5% 优惠利率，在永丰质押的266万元，整个借新还旧之后，质押利率从 3% 也是降到 2.68%， 计算一年可以省下8512元的质押利息，这些都是自己动手就可以省下的钱，鼓励版友都要亲手将利息费省下来。引用美股梦想家分享的资料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过去几年，台湾散户疯狂加码美债 ETF， 统计2019到2025年初，累计投入已经高达730亿美元，其中大多是20年期以上的长天期美债，但从2025年2月起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赎回潮，光是今年4月就有11亿美元净流出，这还是在台币狂升之前，进入5月后，台币强势升值加上债券价格下跌，许多美债投资人一个月亏损超过 12%， 可预见5月的赎回金额只会更高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撑不下去，认赔出场。虽然川普的关税战不确定性未解，仍在持续制造不同的风波当中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川普是有意解决美债问题的，加上美元，美债是金融体系重要根基，美债市场仍拥有极高的市场优势，倘若美债爆炸，全球都会跟着爆炸，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幸免于难，想要袖手旁观看美国好戏是不太可能的。倘若真的危机来了，美国大概会要求全球各国配合一起救，毕竟各国都持有不少美债外汇存底，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资产持续的蒸发，加上美债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，目前也没办法可以取代，所以美债的不可或缺性仍是毋庸置疑的。谈这么多，是想跟朋友分享，其实不用太过担心美债，稳稳的领免税债息，耐心持有，等待大事发生，有机会卖债换股的时机来临，再来动作即可。老朋友都知道，曼大美债原型部位的布局，用意是对冲黑天鹅降临的风险，怕股灾来的时候，手上没有现金可以布局，所以才不见的美债部位，耐心的等股灾来临。曼大报美债已经有3年多，可能有一些版友和我一样，不幸怪老子22年在风传媒的分享，从22年还在升息的时空背景下，就开始定期定额布局20年期美债，幸好手上多数资金都布局股票，用来股债平衡的资金并不多，只有150万左右，没布局太多高成本美债部位。在23年接触到 M 大的草船借箭，美债增持的部位，布局成本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在观察美债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，不得不承认，想要在美债上赚到价差，除了自己策略性的做波段来赚之外，应是不太容易。我想可能要等整个降息循环结束，或者遇到实质性的经济衰退崩盘，才有机会实现资本利得了，并且资本利得的金额可能远比想象中来的小。曼大使用股6债4的配置，透过股债资产配置，稳稳的让部位慢慢成长。经历过不少只有美债受伤的时刻，我们清楚一点，想在股市中赚钱，还是得靠股票。购买美债等同在储备现金，在股市高位阶时不追高股票的选择。倘若大事发生，股市崩盘出现超值的股票，可以将债券部位资金转换到股票上。4月份这次惊心动魄的股市下杀，幸好曼大有部分的成功卖债换股，目前换到50正2的部位的获利，已经可以弥补认赔美债正2的亏损。透过这次换股的宝贵经验，下次我可以应对得更好。至于现有美债正2部位，预计在下波股票下杀的时候，优先用来换股。我们第一部位220张元大美债正2，已经全部换股，原型债完成。第二部位换股计划是250张的国泰美债正2，这部分的布局成本较低，相对压力比较小，日记耐心的持有。账面还看得到有国泰、元大美债正2，是因为我在换股时，有120张元大正2在元大正金提高维持率，且质押再换质押会有时间差，为了不影响换股作业，曼大用国泰美债正2替代元大正2交易。剩余的美债正2部位，原设定在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，开始启动这部位的换股，可惜大盘没有继续下杀，只能等待下次的机会了。不过美债正2部位，曼大设定为下次优先换股的部位，提前想好股灾时的应对。上个月的快速下杀，我们应对起来还蛮从容的。美中不足的地方是4月9日股债双杀，没有按计划全部换成50正2。我也深刻的反省，
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工商时间，慢好频道会员计划，以千万级房屋增贷资金规划案例，作为频道会员房贷套利影片的主轴。曼大计划用3年的布局时间，手把手示范一步一脚印的布局，完整记录如何使用房屋增贷布局股票套利。倘若您是有闲置房产资源的版友，或可考虑参加慢好频道专属会员，跟住曼大的示范与操作节奏，一起在股海中实战套利。曼大在执行2000万布局计划时，除了会在频道中说明布局计划，也会同步更新当日的进出场记录，在慢好频道会员系统中分享布局的对账单。温馨的提醒版友，由于曼大习惯左侧交易，通常买入的时候都还会再跌一段，所以您有高度机会布局成本会比曼大低，如此就可以踩着曼大的尸体来前进，稳稳取得比曼大更好的报酬。在频道会员的贴文和影片中，您可以看出曼大如何拟定布局计划，一步步将子弹打进市场，在布局完成并耐心等待数年后，成功的用房屋增贷资金来套利。曼大鼓励版友自己学习布局规划，亲身实战研究，在长期投资的道路上，自己做功课还是最有信心的。如果您自评投资能力已经是 PL80 以上的等级，请直接略过寻求曼大协助的讯息。曼大在长期投资的道路上虽有长期稳定获利的能力，以近5年平均获利超过100万台币的水平，对照主计处统计薪资水平 PL 表，自评约在 PL85到90的位置，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预估，请版友不用太认真。所以如果您的投资能力已经有 PL80 以上的等级，那么您只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，就可以滚动您的资产雪球，将资产越滚越大。倘若您自评投资能力可能在 PL80 以下，或者年投资获利尚少于100万等级，那么想要找曼大讨论投资布局、退休规划、资产配置最佳化等议题，或许曼大有机会可以帮上您。您可在慢好频道的 FB 和曼大联系，寻求曼大的协助。曼大协助您拟定投资计划，实战练习，协助您提高心理素质，能够保持耐心，不过度担心短期账面的亏损。有本有看曼大4月18日全持股实战单月亏损402万，觉得实在可怕，吓到不敢参与市场，如此将无法享受到复利滚雪球的成果。曼大已经大部位待在市场，在去年5月到7月景气灯号黄红灯背景下，取得连3个月获利超过100万的成果。倘若已经大部位的参与市场，单月亏损，获利超过100万，往后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只要您的心理素质成长起来，这将会变成稀松平常的事情。但不同的是，您累积资产的速度会进阶到一个不同的层次，真正开始滚动资产复利成长的雪球。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慢好频道会持续分享有用的财商知识，以及在股票市场中实战操作的宝贵经验，期待您能从中有所收获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启发，请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